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就尊重大家的要求，全部人都说想要看我拍 vlog， 我没有想到大家对我的 vlog 这么感兴趣，所以今天就开始了。那首先拿一些冷冻的食材出来解冻。我今天要煮一些肉片，这边顺便分享一些冷知识啊。如果你们吃一些寿司的时候，它有一个拼盘，那它拼盘里面有类似这样子分隔的，你们就可以拿一些肉啊、肉片啊，就放进去里面，它就会帮你割开啊，就不用这么麻烦放这么多个保鲜袋里面去。装好水之后就会准备出门啦，先去健身，健完身之后就会去买菜，买完菜就直接回家煮菜了。OK， 我已经买完菜回来了，今天买了玉米、蘑菇，还有一些鹅龟岛啊，我这边是叫鹅龟岛，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样称呼。然后今天也是会炒到鸡蛋，所以要准备4颗鸡蛋，等一下要煮的。剩下的一些食材可能等下次看有没有机会再拍类似的影片再煮给大家看吧。我这边还有买了杏鲍菇，我还有买了做意大利面的酱，然后还有买了菜脯蛋的菜谱。如果各位想看的话也是看吧，下次有机会就煮给大家看吧。来到做饭最麻烦的环节就是备菜了，我准备了包菜还有四季豆煮成一盘菜，不过我这边煮的分量是一次性煮2份啊，就我下午吃的还有晚上吃的，因为我没有吃早餐嘛，所以我只是需要准备2餐的食材而已。在准备好蔬菜之后就要拿去洗了，洗的时候也是会泡一下药水啊，就是把里面的农药那些全部洗干净。蔬菜在泡着的途中啊，你们可以先去准备其他食材，像我的话就先包饭。那这边包饭呢，我不是用饭包里面原本的那个内胆来煮饭的，我一般是用一个铁碗，然后里面放米，洗米的时候要洗2次，然后最后一次就倒了一个干净的水，然后拿来煮饭。因为有一些外国玩家会看我的影片啊，可能他们不会煮白饭。因为当那些外国人他们还在用手指去量到底要放多少水的时候，亚洲人是根本不需要的，用眼睛看就知道这个水到底够不够了。因为你饭量的多跟少，你的米饭多跟少，会影响到你那个水应该要放多少，所以用手指去量其实也不一定准确的。所以下一个准备的食材就是玉米啊，玉米的话我就不是用来煮的，只是单纯用来蒸而已，但是我蒸的时候会放一些牛油，放一些盐进去。但是一般我在家自己煮玉米的话，我不会整只拿来啃，我会先剥好才来吃。我的剥方法就是你先在玉米那边开了一条槽，可能是2条或者是1条槽，接着你就用你的拇指这样子去掰它，这样子剥玉米其实还蛮快的，你们可以稍微学一下这个方法，因为它旁边有一个缝隙了嘛，接着你用你的拇指这样子去掰它，用你拇指的肉这样子去推，它就会马上掉下来了，不会很困难。我的玉米烹调方式呢，就是只是放盐、放牛油，用蒸的方式。那我在包饭的时候就会放在饭包的上面，因为刚刚我把饭放进去了嘛，其实它的水已经在滚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快点把这个玉米放进去。这边盐的话就看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啊，我这边放的会比较少，1小茶匙。当然可能有些玩家会觉得我放的比较多了啦，然后接着放去饭包就行了。就是这样，我们第1道菜就这么简单的准备好了，接下来准备第2道菜就是炒鸡蛋了。这一次我是准备大葱炒鸡蛋啦，这个蛋壳不小心打进去了，但是我是可以单手打蛋的啊，所以不要看小我，我是真的平时有在下厨的，只是我的家人不愿意吃我煮的东西而已，怕我毒死他们。那刚刚泡的菜也是泡的差不多了，现在我们换上干净的水，这边水有一点多了，因为蔬菜你看起来分量很多，等一下它煮了之后会缩水啊，因为我里面有放四季豆的关系啊，所以要先过水煮。那包菜的话其实可以不用水煮啊，但是因为我之前有食物中毒，吃到没有煮全熟的蘑菇，所以我现在吃一些蔬菜都要先用热水先烫过之后才可以再继续炒，因为我怕等一下又食物中毒，吃到没有全熟的蔬菜，尤其是四季豆会有毒的。接下来就是准备洋葱了，我知道有很多人要吐槽我的刀子用水果刀来切洋葱，那我的家里只有2把刀，一把就是很大把的菜刀，还有就是这把比较小的刀，所以没有的选择，只能用这把刀来切。没有理由我用这么大把菜刀来切菜的嘛。那么当我的食材准备好之后，要拿出特殊酱料啦，这个相信华人家庭都应该很熟悉的酱料豆酱，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开始准备炒菜了。
了。先把锅洗一洗，来了，洗干净锅之后烧了一下，接着就可以直接把肉丢进去了。因为我的猪肉是五花肉啊，然后有带一点点像培根肉这样子，所以它本身是有带油的，所以不需要先放油，可以直接放肉下去。我们需要翻炒这个肉，给它把油脂全部逼出来之后，接下来才放菜下去，这样子你就可以省下了这一餐的油，不需要放了这么多的油。翻炒差不多之后，接下来就把刚刚已经烫好的菜放下去。那如果怕会溅油的话，就自己要注意要小心了。那我自己本身有煮菜，所以我不是很怕。还有尽量不要把水放进去啊，你先把水沥干了之后，才把蔬菜放进去。现在你们看那个蔬菜好像很多，等一下翻炒之后它就变得很少了。放了蔬菜之后，我一般就会放豆浆啊，豆浆我通常是放半茶匙，接下来就放盐。放一点酱油，放一点麻油。那今天我忘记切了一点蘑菇下去了，如果放了一些蘑菇下去的话，那个菜就会更香，有那个香菇的味道。接下来你们放好这些调味料之后，就翻炒均匀。看到煮到差不多之后，把那些调味料啊，全部东西都翻炒均匀之后，你们就可以出锅装盘了。那其实我家有大锅，只是我一个人平时自己炒菜的话，就会用这个比较小的锅，因为大锅很重啊，要炒起来没有这么方便啊，所以一般我都是用这个锅来炒菜。那装盘了之后，先稍微洗一下那个锅，不然你煮下一个菜的时候味道会串味啊。下一个菜我就要煮大葱煎蛋了。那锅洗好之后，先稍微热一下，因为等一下要放油啊，如果里面有水的话，会把那个油弹起来啊。然后可以把我们的鸡蛋拿过来了，要准备了。连你的锅铲也是要抹干净。先把火开成中小火，然后放了一些油下去，润一润你的锅。不要让你的锅等一下沾到一些你要炒的东西。那么先把洋葱放进去，给它翻炒。我比较喜欢有一点焦香味啊，所以一般我会把我的洋葱炒的比较焦一点啦，一点点啦，不是特别焦的那一种。记得你们的火不要开太大，不然等一下一放下去就已经烧焦了，变成炸葱。那么就像这样子炒的有点黄色，然后有一点焦这样子的时候，才把你们的鸡蛋放下去。不过这个看个人喜欢的口味啦，有些人喜欢新鲜一点的洋葱，可能不会炒那么久；有些人喜欢焦一点的，这个看个人喜好。那接着就把鸡蛋放下去，我这边放了4颗鸡蛋，因为我是一次性煮2餐了，下午这一餐跟晚上这一餐，所以我会放比较多鸡蛋。记得你们的火不要开太大，如果你开太大火一放下去的话，你的鸡蛋另外一面就会很容易焦掉，所以先开一个中小火，给它慢慢煮。一开始先不要翻动它，给它放着慢慢煮，然后趁着这个时间呢，你们可以先去打扫一下你们的厨房啊，把一些东西放回原位，拿出胡椒还有酱油。我看比较多人都是煮好之后才来放胡椒粉跟酱油，但是我个人是边煮边放。我是觉得说，如果煮好才放，好像不是这么入味。在一边煮一边放的时候，它的味道比较容易进入食材里面去，所以一般我都是一边煮，然后就一边放调味料。翻炒好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你们看多漂亮的大葱煎蛋啊！这个不算煎啊，这个叫炒蛋啊，大葱炒蛋。就这样子3道菜，这边可以看到有玉米、有青菜，然后还有大葱煎蛋。这样子轻松就搞定3样菜了。其实煮饭没有这么麻烦啦，比较麻烦是备菜方面比较麻烦而已，还有打扫的部分比较麻烦了。如果吃东西的话，可能你吃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煮饭会真的比较花时间一点啦。但是吃得健康，吃得饱。还有我不只是准备了饭菜，我还准备了汽水，这个是吃饭必备的，还有我的小杯杯。OK， 撒了一点出来。那么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先把一顿饭的饭量先跟它挖出来。诶，我是不是应该要先拍照啊？哎，算了啦，刚刚 GoPro 应该拍了，等下再拍一个吧。然后这个就等下一顿了。如果下一顿分量不够的话，再加一些食物上去就行了。这个菜也是舀一半出来。哇，都是猪肉。那我下一餐就没有猪肉吃了。哇，多一些菜。OK， 够了，剩下的分量等下一餐。然后这个就是配着吃了，我们拿去饭桌。OK， 就这样子可以开餐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